备受丈夫冷落的女人会做出怎样可怕的事？那就是让老公头顶一整片青青草原，并生个初恋的孩子让他当接盘侠。那个女人叫夏野美雨，是个地道的家庭主妇。那天下午，丈夫在会议中急需家中桌上的文件，便打电话让她送过去。但她昨晚已告诉他，今天要去朋友开业庆典，所以她拒绝了。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丈夫生气挂了电话。美雨急忙跑回家，她刚找到文件想出门，却发现上衣扣子坏了。场景一换，美雨匆忙到达丈夫公司，想让他下来拿文件，不料被他下属先认出来。你带来文件了？你能不能穿得体面点？回去后，美雨沉思了一会儿，她不停地思索这段婚姻的真正意义。对于丈夫表面笑嘻嘻，背后另有一套的行为也早已习以为常了。就像那次深夜让团队来家里吃饭，他说：德元先生，这就给你穿鞋。我姓齐，真的很不好意思，请进。但等大家走后，他却抱怨妻子：你连名字都记错了。你不是第一次遇到齐了，齐先生，我已经记住了。就像他承诺今天会早回家，但看到妻子等到深夜，我叫你等我了吗？你笑啥呢？此刻的美雨完全没想到，她的微笑迎接竟是个错误。次日，美雨向她丈夫表明，她想在结婚5年后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你想要孩子是因为无聊吗？听了这话，美雨对丈夫彻底失望了。那天，带着对丈夫的失望，美雨走进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图书馆，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到了初恋东岳冷。时隔多年，两人依旧感觉很亲切，不停地回忆以前的美好时光，还互相分享了近况。在美雨上车前，东岳说再见到美雨真是天赐的礼物，他快要去非洲支援了，这也是他的终生愿望。从那以后，东岳每天都去图书馆，希望能再遇见美雨，而美雨也已经对丈夫的脸感到厌烦了，所以那天她悄无声息地到了图书馆。但考虑到已婚的事实，美雨见到不远处的东岳就尽量避开了。最终还是东岳找到了美雨，带她一起去吃小时候常吃的昆布。他随后邀请美雨一起到跳蚤市场摆摊，因为她手工做书签的技艺无人出其右。但多疑的丈夫竟然暗中跟踪了美雨，确认她真的很爱孩子之后，误会的丈夫回家突然发疯，硬是逼美雨和他发生了关系。可此时的美雨只觉得丈夫让她反感。原来活动结束后不久，东岳就向美雨袒露了心迹。夏野，此刻的你幸福吗？我觉得吧，你真的很特别，也要多保重，再见。那时的东岳不知道，他那真诚的表白居然让美雨那已冷漠如死水的心泛起了波澜。遭遇丈夫强暴的美雨，在次日清晨，我又来到了那个与东岳初次相遇的图书馆，没想到运命又在捉弄人，两人意外的再度遭遇。东岳这次潜入图书馆，是为了寻找他所谓的宝物，那件宝物是美雨曾送他的书签。原来我的心一直在痛，以前竟未察觉。夏野，我只是想你，丢了你的珍贵东西，只要把它深藏心底，就能让你心动，让你心疼，让你开心，救救我。于是美雨在东岳即将前往非洲的前一天，就这样自然地与他发生了关系。事后，东岳让美雨等他归来，因为现在他在日本已有所牵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美雨在做饭时突然感到恶心，于是去医院做了检查，得知自己怀孕4周后，她却无法感到开心，因为她不确定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回家后纠结一番，她决定申请做亲子鉴定。她在咖啡厅等结果时，听到店里播的新闻，原来非洲刚发生了恐怖袭击，而且2位日本同胞在爆炸中丧生，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东岳冷。听到这个消息的美雨简直雷惊，然后她就让大雨淋透了。回家的美雨向丈夫透露了自己怀孕的事。我怀孕了。妻子不小心怀上了初恋的孩子，但初恋却在异国突然去世，这让初为人母的美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妻子那悲伤的样子，丈夫原以为那晚的粗暴行为让一直想要孩子的美雨不高兴，其实妻子早打算和他说明白，离婚协议都填好了。这一天
上班的神奇突然感到呼吸不顺，他猜自己可能得了什么心理病。想到在公司被领导和下属夹攻，神奇不懂为何做个好人这么难。尽管被领导批评，神奇还装笑面。没想到刚帮过的下属就背叛他，神奇前辈真是笨。他说了那种话，结果被部长盯上了。然后他一腔热情地去了部长的办公室。部长让你负责新项目。神奇原本想多照顾刚怀孕的妻子，但就在那犹豫的几秒里，反倒招来了部长的痛骂。为了避免失业，他又一次选择了咽下心头气。晚上到家，见怀孕的妻子还在等他，夫妻俩各自心事重重，谁也没开口。神奇翻看柜上的孕妇手册时，发现反斜杠宝宝爸爸反斜杠名字栏空着，于是误以为妻子在默默指责自己。你媳妇不开心了，她不是很想要孩子吗？如果真爱她，就得好好考虑清楚，是离开还是留下，还得下决心做个好爸爸。在咖啡店老板的提示下，神奇忽然掏出了随身的手帕，凝视着他，陷入了沉思。神奇万万未料到的是，他心中那位美好的妻子现在正拿着亲子鉴定单和填好的离婚协议书等着他回家。但这可能是命运给他们的再一次机会。就在梅雨想要和丈夫摊牌的时候，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噩耗。幸亏医生努力抢救，梅雨的妈妈终于脱离危险。于是梅雨决定留在医院照顾母亲，叫还要上班的神奇先回家。但在母亲的一席话后，梅雨突然不想跟丈夫离婚了。有时候我真的会后悔，给你和红树带来这么多麻烦。妈，对不起，说多少遍对不起都不够，一直让你遭受这么多苦，真的很抱歉。正准备回家的梅雨，在前台的护士那儿拿到了妈妈上个月的住院账单，看到将近3万元的巨额开销，梅雨这才突然意识到，这场婚姻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听到老公回来的脚步声，梅雨赶紧把准备好的离婚文件乱塞进抽屉，然后两人坐下来聊了聊心里话。期间，在确认妻子确实想要孩子后，他决定只负责经济，不参与育儿。也就是说，他以后的焦点全放在工作上。至于梅雨的产检、坐月子和育儿事宜，他一点也不想管。没想到这话正是梅雨所愿。第二天，他就在孕妇手册上填上了父亲的名字，他还把初恋的书签一起加进去，仿佛这样他才能得到安慰。为了确保梅雨万无一失，他甚至特意焚烧了那份亲子鉴定报告。老话讲，没完美的事。梅雨完全没料到，原本应该早逝异乡的初恋竟然奇迹似的活了。而那个死讯，是一直默默喜欢他的女二知道有梅雨后故意放出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一晃已是9个月后。此刻的梅雨通过不停的努力，终于顺利产下了1名女婴。妻子背着丈夫生下初恋的孩子后，才发现丈夫仍旧深爱着她和家。不久前初恋去世，梅雨坚决决定生下她的孩子。没想到一向冷淡的丈夫因女儿的出生而改变态度，主动辞去公司的重要职务，并决心成为一个好爸爸。出院那天，梅雨意外看到丈夫提前下班来接她，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梅雨感到非常惊喜。她回到家后，意外地发现原本决定不插手的丈夫竟然提前把所有母婴用品都准备好了。晚上等到女儿入睡，梅雨就下决心去了丈夫的书房，希望和他一起给女儿取个名字。毕竟孩子虽不是他的，但也不能剥夺他作为父亲的权利。我的名字是爸爸给我起的名字，感觉就像爸爸送的独一无二的礼物，我真的很开心。没想到这让丈夫心里又软了一块。那天孩子的闺蜜过来探望，突然提起她曾见过神奇生病的事，让梅雨多体谅下辛苦工作的丈夫。毕竟男人都习惯把事情藏心底。没想到这话让梅雨觉得对丈夫有些愧疚。不久，丈夫就给女儿取好了名字。原来你想得这么周到啊。第二天，梅雨正忙着带着女儿和公婆去寺庙祈福，没想到老公竟把行动不便的妈妈接来了。这一举动让梅雨特别感动。你真是嫁给了个好男人，真是天作之合。听妈这么说，梅雨心里五味杂陈。她多希望老公还是以前那个让人讨厌的家伙，那样她至少还能心安理得。但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挽回了。红树越温柔，我心里的痛也越明显。
这种痛似乎永不会消失。丈夫回家后真诚向梅雨道歉，他坦诚因工作压力常对他发火是自己的错，他急切希望梅雨让他有当好爸爸的机会。俗话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看来女儿出生真让他变了很多。梅雨那天决心断绝过去，重新开始，于是他去了图书馆，想把象征初恋的书签归还，没想到却在走时遇见已故的东岳。你怎么会在这？两人随即紧拥而泣。梅雨看见死而复生的初恋，心情复杂难言，以至于她丈夫以为她得了产后抑郁。为了缓解她的忧郁，神奇直接去找了梅雨的密友，请求对方和妻子好好聊聊。没想到一直挂念她的闺蜜，反倒开始关心她的健康。得知神奇因为女儿的出生，情况已经好转，闺蜜也立刻松了一口气。她接着说周六要请梅雨吃饭。听闻此事，神奇连忙道谢。此时的闺蜜觉得神奇幸福就好，而被忽略的东岳仍旧不放弃。她不断尝试联系梅雨，可是电话和短信都没回应。失眠的梅雨在窗台透气，拿出白天东岳发的短信，邀她明天在常去的水塔下见。她苦等了一整天，梅雨却没出现。我已是个妈妈了，无法再这样下去。此刻东岳也很沮丧，他也想找人倾诉心事。本以为一切都结束的东岳，没想到竟在闺蜜的店里遇见梅雨。原来东岳今天要向闺蜜推荐自家的咖啡豆。正当她介绍产品时，从梅雨和店员的对话中得知梅雨已经与丈夫和好，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让东岳决定不再打扰梅雨，可能是因为内疚，或许是想和东岳好好告别。梅雨借口担心丈夫和孩子，取消了和闺蜜的晚餐，然后电话约东岳在熟悉的地方见面。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送花草茶的闺蜜看到了。在我最难受的时候，你给了我鼓励，你不知道你对我帮助有多大。我的梦想和我重要的朋友们还有你，我全都守护不住。面对这么伤心的东岳，梅雨本来想给点安慰，却在转身时被紧紧抱住了。追过来的闺蜜此时也赶到了。就在前不久，闺蜜真情亲眼看到梅雨有外遇，就开始使劲给他俩创造见面机会。而被梅雨拒绝的东岳决定彻底放弃，回公司后还单方面拒绝了和真情合作。作为单亲妈妈的真情，见到梅雨那羡煞旁人的家庭，就默默决定告诉心爱的神奇真相。那天真情像往常一样找梅雨聊天，还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意思是暗示梅雨坦白出轨。没想到梅雨说自己之前情绪低落，全因为宅在家没上班。听到这的真情对梅雨很失望，但她突然有了主意，就邀请梅雨到她咖啡店工作，名义是让带孩子的梅雨让其他宝妈顾客放心。在得到神奇支持后，梅雨开始带孩子在真情店工作。这天东岳和女儿一起去拓展业务，没想到对面的男人竟是梅雨的老公。东岳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就在这时，神奇的部下突然插话，原来公司和银行的融资出了问题，而且负责的人又在出差。情急之下，只好让工作狂神奇来解决。晚上回家的丈夫心情超好，原来一直压他的部长终于出事了。因为白天的事件，上司被公司降职了，即将接替的是一直勤奋工作的神奇。听到丈夫升职的好消息，梅雨非常高兴，她也越来越喜欢现在的生活。但俗话说，幸运背后常有隐患。第二天，梅雨在工作时，意外看到了店里的东岳。原来就在几分钟之前，心怀鬼胎的真情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特地邀请东岳来店里讨论合作事宜。东岳先生，你结了婚没？还没。哦，你没结婚啊？那有对象没？也没有。难道东岳先生，你曾经出轨过吗？正当东岳无言以对时，突然梅雨闯了进来，但这话题却意外打断了两人聊天。接着真情假装没事，介绍两人认识。梅雨去洗手的时候，真情试图把怀里的宝宝递给东岳，多可爱，抱抱看。不可以。看到梅雨这么大的反应，真情猜出宝宝可能不是神奇的，然后他特地约神奇出来聊聊，把梅雨出轨和孩子父亲的事告诉了神奇。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心不在焉地回了家，脑海里不停回放梅雨怀孕时那些奇怪的话和行为。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串联起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女儿6个月庆生会到了。神奇看着镜头中幸福的场景，突然泪流满面，大哭起来。原来几天前，神奇用女儿剪下的指甲进行了亲子鉴定，从她痛苦的表情就能猜到结果了。尽管如此，她还是镇定自若，陪女儿度过了半岁生日。第二天一早，梅雨醒来时，家里父女俩都不见了。
此时的神奇正带着孩子独自来到海边，慢慢地走向大海。男人突然取下了代表婚姻的戒指，并让妻子立刻离开家。原来不久前，在妻子闺蜜的提示下，神奇终于发现了6个月大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之后他独自带着孩子到了海边，一边想象着与心爱的女儿同归于尽，希望下一世他们能真成为父女。梅雨翻遍家后才找到那份亲子鉴定，上面写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慌乱的她立刻去找好友一起想办法，但她的闺蜜刚进门却指责她，说这一切都是梅雨自找的。此时的神奇正准备自杀，然而她还是小看了自己对女儿的爱。傍晚时分，她淡然地回家了。我1个小时前刚给她喂过奶，我去上班了。丈夫的冷静让梅雨十分后怕，难道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吗？这天，梅雨独自在家看孩子时，突然接到了疗养院打来的电话。于是着急的梅雨只能委托闺蜜暂且照看一下孩子。原来是她妈妈觉得时日无多，想趁着还能清晰思考时多和女儿聊聊。梅雨离开疗养院，天色尚未全暗，她急忙去闺蜜的店里接孩子。没想到爱管闲事的闺蜜却把孩子的亲生父亲也叫了过来。她的初衷是让梅雨亲自告诉东岳，竟然在这个时候，梅雨想要和东岳划清界限，这事关家庭私事，夫妻间的矛盾与你无关，但是你帮不上忙，还是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东岳这阵子也挺烦的，然后他警告刚回来的好友，认为这事全是自己的过错，叫他别再把别人拉进来。梅雨回家哄女儿睡觉后，终于有机会跟丈夫聊天了。她解释自己为何出轨，都因为丈夫那会儿的冷淡，让她对他们的关系失望。还有，当她发现怀孕时，她虽然考虑过离婚，但作为全职太太，经济上确实自己养孩子有难度，因此当丈夫提议只负担费用时，她便迎难而上答应了。没想到的是，丈夫在女儿出生后变得更加体贴入微，于是梅雨就决定要和他一起把女儿养大。丈夫听完没吭声，他只是问谁是女儿的亲生父亲，而梅雨却只是低头不言。神奇看到这一幕，立刻误以为妻子还在为那人遮掩，他果断地摘掉了他们的婚戒。如果让我离开女儿，我宁可和她同归于尽，麻烦你了，请你离开吧，我们离婚吧。戴了绿帽的他终于开口了。不久前他发现女儿其实不是他亲生的，一怒之下把梅雨赶出了家。为了恢复正常生活，他让保姆来照看孩子，同时开始和妻子的情人做生意。此时神奇还不知道东岳的真面目，但在两人交谈中，神奇听保姆说女儿突然发烧了，体贴的东岳就提议改天见面。神奇向公司的同事简要说明了剩下的工作，然后急匆匆准备打车回家，但街上的出租车都客满了。此时对面的东岳看到了神奇的情形，主动提出送他回家。看到神奇手无婚戒，东岳猜到他和梅雨肯定出问题了。东岳先生，你太贴心了。哪里，你的细心我现在深有体会。怎么了？我这会儿基本上是自己带娃，感觉有点手忙脚乱。刚喝咖啡时我想起我妻子之前去过你们的跳蚤市场时，我偷偷去看我太太在，我没跟她说话，看到她笑得那么开心，感觉受打击，就自己回来了。她从未在我面前这样笑，那时如果我对她再温柔点多好啊，要是我能像你那样体贴就好了。突然这么说，抱歉，你肯定觉得压力山大，其实并非如此。就在车子要进小区的时候，东岳意外地看到了被赶出门的梅雨，而这一幕正好被找钥匙的神奇错过了。东岳想把这事告诉神奇，想到梅雨曾说过，这是家里的事，夫妻之间的问题，不关你事。于是东岳打消了做和事佬的念头。第二天，无家可归的梅雨去了妈妈的疗养院，医生很快就同意了。妈妈时日无多，和梅雨一起出去散步。心烦的梅雨对妈妈坦白了出轨，孩子不是红树的。梅雨的妈妈生命将尽，原以为见不到外孙女了，但没想到在闺蜜的告知下，善良的神奇还是带女儿见外婆最后一面。妈，太好了，我是真心的，非常感激你，希望你总是笑容满面。那晚
梅雨和神奇一起回家了。等妈的事情结束后我就走，不知道医院何时会联系。能睡觉就赶紧睡觉吧，最好抓紧时间休息。几天后，梅雨的妈妈在医院平静去世。这时，好事的闺蜜又带来了东岳的告别信。信里写着，她打算把他俩的关系彻底结束，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会深藏心底，同时希望对方未来美好。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梅雨向善良的神奇真诚道谢，然后说自己会尽快搬出这个家。你没必要离开这里，因为我即将离开。若在那一刻，你决定向我坦白，我原本以为能得到不同答案，看的亲生父亲是谁，但直到最后，你始终保护着那个人，我才决定不再见你。相比自己抱着看你抱他的样子，这真让我觉得最幸福。我的想法已经变了，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商量定了，我就搬出去，咱们离婚吧。他出轨的对象是你对吗？面对神奇的追问，东岳哑口无言。就在不久前，得知自己被戴绿帽，神奇决心和梅雨离婚。两人心里不想分开，却又都在回避讨论离婚的问题。同时，女二在多次向东岳告白被拒后，决定整理自己的感情，并离开两人共同创立的公司。竟然无意间在之前的活动海报上发现，梅雨原来是公司谈客户神奇的妻子。为了替东岳出头的女二，就借着欣赏美鱼手工的理由，想采访她来接近。通过神奇成功约出了梅雨。正是女二的这个巧妙伎俩，让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神奇最终明白了东岳的存在。你还没睡吧？我还没睡。我客户想问你点事，是城东社区中心的跳蚤市场。你客户是哪位？谁啊？她是 Try Ambition 的水木小姐。怎么了？我还以为我认识呢。我明白了，没问题。那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他。你知道我以前去过跳蚤市场吗？对方资料里提到。我之前没告诉你，真对不起，是朋友让我做的。原来是这样。不久前不愿和女儿分开的神奇，向咖啡店老板倾诉自己的烦恼。原来一直让神奇生气的原因是，至今梅雨还没肯透露他出轨对象是谁。你是不是其实不想知道别人是谁，而只是想弄明白你太太在想什么，想知道她究竟要保护些什么，为啥要保护那个人，这让你特别伤心，一直困在原地不前。那天浏览聊天记录时的神奇突然记起，好像从前夹在女儿健康手册里那块梅雨珍视的书签不见了。想到梅雨之前说过要去图书馆还东西，因此在直觉的推动下，神奇就来到了那家图书馆，向馆长询问了关于妻子的情况。神奇小姐吗？她似乎挺经常来这里，她以前参加过森林跳蚤市场。哦，原来是那个神奇小姐，她刺绣做得很好。对，那是我们人手紧缺，多亏她帮忙了。我听说是她朋友邀请她来的。负责搞跳蚤市场的是东岳先生。东岳先生，听说他们以前是初中同学，好像一直关系都不错。他现在正好在，所以4个人就这样毫无防备的相遇了。女二直接开门见山的说出，她一直喜欢东岳，因此无法忍受看到他独自一人承受痛苦。她指责梅雨明明有丈夫有孩子，还无耻的与别的男人有染，这让她难以原谅。意识到自己过失的梅雨，面对女儿的指责却不作声。而一旁的神奇，东岳陪我来到了咖啡店，我老婆偷偷和别人搞上了。对于那个第三者，直到今天他还觉得他很重要。出轨那人应该就是你吧？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我干了点不该做的事，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不这样做，结果就不一样了。听到这话的神奇心情复杂，却也只能选择离婚。原来不久前，作为出轨者的梅雨，面对其他女人的指责时沉默不语，没想到对方竟拿他心爱的女儿来威胁。梅雨一听这就火冒三丈，虽然我不清楚你哪里搞错了，但既然你有这种想法，袭我之前为什么不直接跟东岳说呢？东岳不也是你重要的人吗？你不敢面对他，就别把我拉进你无聊的嫉妒里，这不觉得丢人吗？和东岳过好你们的。同时东岳也卷入了这段劈腿关系中，把自己说成大救星。听罢，神奇当场怒了。我明白，我错了，我一心只想救他。我们已经分手了，谁允许你随便说分？你不清楚吗？东岳一边走一边回忆，
渐渐确定那孩子是她的。为了核实这件事，她急忙跑到梅雨闺蜜的咖啡店。这次闺蜜真的良心发现了，她对梅雨女儿的亲生父亲身份一字未透露，之后还特地追出来告诫，如果东岳真心希望梅雨幸福，就别把自己拉下水。此刻梅雨在回家的路上，在女儿的刺激下，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她决定不再伤害丈夫。我想和你谈谈离婚的事，如果你不想面谈，通过律师告诉我也可以，我不能和你分开，抚慰金我会付，可能需要点时间，你要怎样见面，我会按你的意愿来。面对梅雨的话，神奇没回应，反倒是深夜时分，站在门口不断看着女儿安睡的小脸。第二天，梅雨开始试着找正式工作，好在离婚后能独自照顾女儿，而东岳的情况就没那么顺利。气愤的神奇回公司后，就直接拒绝了东岳公司的融资申请，尽管对方已完全符合融资标准。东岳一看邮件，马上打电话给神奇，指责他是在搞公报私仇。这是在公报私仇吗？信用有问题了，说一的人靠不住。神奇的话让东岳哑口无言。接着这个消息传到女儿耳中，我曾见过神奇梅雨小姐，那个融资可能是被我搞砸了，你为何要去见她？你到底找她有何目的？我很好奇，让你这么重视的是什么人？别太过分了，他是怎样的人关你什么事？别再给夏野添乱了，是他在外面搞事情好吧？他到底有什么好的？还假惺惺说要放在心里，别试图侵犯我的私人领域。无聊的女儿立刻离开了办公室，而墙上的合伙人照片这时候看起来讽刺极了。晚上下班，东岳把神奇叫出来见面，表明梅雨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家，也为自己出轨道了歉。可能听东岳说了梅雨的想法，回家的神奇提出想和梅雨去散步。第二天他们一起去了熟悉的海边。我想亲耳听你说，为啥不跟我说她的事？是为了保护她吗？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得知她去世的消息，等到生下孩子，才发现她还在人世。那个时候，我只想与你共度余生，怕给她带来麻烦，所以选择了沉默。如果把这事告诉你，我真的很害怕，你的爱最终会变质。夹在妈妈手册的绣花书签，那是记录我们回忆的书签。你为那孩子取的名字，我觉得绝不能接受这个名字，因为这名字实在太好了。那孩子也是指引我方向的标志。尽管我们都受了伤，最终我还是这样任性。我做了不应该的事情，若不这样做，结果就不一样了。感谢你的坦诚。不久之后，神奇决定搬离与梅雨共同的家，两人终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你希望跟孩子见面的方式是怎样的？你是想每月固定几天见面，还是想随时能见面，没有限制？神奇面对律师的提问没有作答。有一天，梅雨突然接到了律师的电话，神奇红树先生的协议已整理好，我将寄材料给你。他希望最后能与你和孩子三人见个面，方便商量下时间吗？最后是啥意思？关于孩子的见面时间，他建议以后彻底不见。听到这个消息，梅雨虽吃惊，但还是带女儿去了约好的动物园。东岳刚接到神奇打来的意外电话，对不起，我突然打给你，我无法再负责了，接下来会由我的部下来接手。之前你跟我说的，我不觉得是那样。我和梅雨其实都是被女儿救了，她叫做黎，意思就是书中的书签。是你救了梅雨，我有话想跟你讲，能见面吗？于是东岳和梅雨在动物园门口见面了，这也是神奇留给他们的最后一丝温柔。还有2集大结局，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苦等了1周的日剧《我弟宝物》终于迎来了大结局。神奇和梅雨在经历了无数波折后，终于再次携手，而失去了梅雨的东岳也终于准备与女儿开启新的生活篇章。就在不久前，准备离婚的神奇为了成全梅雨，特意约出了东岳。他在电话中表示，女儿有权利与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挂断电话后，梅雨心情沉重，与东岳一同开始了动物园1日游。在那一天，一家3口不禁捕捉了美好的瞬间。东岳还在梅雨去冲奶的时候，短暂的与女儿独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就到了分别的时刻。在梅雨的允许下，东岳再次短暂地抱起了女儿。我保证，我会让她幸福的。回家后，梅雨看着东岳为她拍摄的照片，脑海中不断回放着丈夫和女儿的画面，回忆起那些曾经幸福的时光。这时，梅雨才意识到自己依然深爱着丈夫，但一切似乎都已太迟。下班后的神奇特意来到梅雨家，亲手填写了离婚申请表。在2人分别盖章之后，
梅雨表示她会在1月7号送去公证。两人的谈话被女儿的哭声意外打断，而哄着女儿的梅雨却没能看到丈夫在离婚协议书上那留恋且不舍的眼神。这天，正在工作的神奇意外接到了东岳的电话。原来正是因为神奇的帮助，东岳在非洲建学校的梦想才得以实现。非洲的学校建设项目能够按计划进行了。我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我的梦想。神奇先生，你就是孩子的爸爸。正是东岳的这番真诚话语，让一直逃避现实的神奇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于是，在梅雨准备去公证的那天早上，他疯狂地打电话，请求他能再见自己一面。此时，虽然两人相隔一条马路，但彼此的心却感觉从未如此接近。我希望你先不要提交离婚协议书。于是，重新和好的两人与女儿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另一边的东岳，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不能失去与他一起奋斗，并一直支持他梦想的女儿。故事的最后，那代表着东岳和梅雨的书签将被永久封存。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我们下部剧再见吧。